各位朋友，甲醛俗稱福尔馬林，是一种有着嚴重的致癌毒性的防腐劑，可是呢，卻用在了中國的大白菜上面。大白菜占甲醛，流向了百姓的餐桌，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又出了大醜聞吶。這不是這兩天咱們剛剛說這個山東省天塌了嗎？就是因為青島的那個咆哮哥是吧，欺負人家一個拍照的小姑娘，全國都口誅筆伐。這回呢，河北省的天也塌了，河北省委領導我估計腦袋上那白毛都給快揪光了。為什麼呀？因為河北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白菜產地發生了這起醜聞。我沒看到這個人民日報這麼急過啊，這個事兒剛出來不到那個可能是連隔夜都沒隔夜，人民日報緊急的就發評論了，處置甲醛白菜必須從速从嚴。人民日報很少這麼急呀，直接就下指導意見，必須得從速從嚴。好家伙，這回到底是咋回事呢？觸目驚心吶！這個大白菜不能吃，因為它可能會致癌啊，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。老百姓的餐桌呀，你這個弄它能保鮮多久呢？这个药，什麼藥？大白菜含有甲醛，這是人為添加。7月30號，我們第一批次白菜的檢測結果已經出來了，確定含有甲醛。那奇哥今天就帶大家到河北張家口和內蒙交界的地方，看一下我們目前國內最大的大白菜產區，揭秘一下大白菜的行業潛規則。走。請減速。全是蔬菜的產區，看到沒有？已經到了定位的位置啊！我現在位於河北張家口市康保縣屯墾鎮，然後大家可以看見啊，這個地方是一個蔬菜很集中的地方，過來全是蔬菜，這些地方全部都在裝車。我們現在要找那種大掛車，這種大掛車運往外地的話，基本上全部都是占藥的。我們隨機找一下，這個地方就有裝白菜的啊，好，停一下吧。這個地方看到這個白菜啊，然後看到沒有？這個地方哦，對，快裝完了。哦，啊，我已經在後面那個地方發現了一車正在裝大白菜的車，而且是大掛車。所以這一車很有可能會占藥，我們為了保險起見，先用無人機來看一下它到底有沒有占藥，然後我們看一下從哪個方向進去，然後近距離去進行一個取證啊。小帥，你到我車上把無人機取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七哥，你換車了嗎？你那台22年的特斯拉 Model Y 呢？放瓜子賣給了個人，賣了14萬5了。這比車上的價高10%，買價也比市場價省了5000多，咋這麼便宜？因為瓜子是個人賣個人，沒有層層加價。如果要賣車或者買車，我強烈推薦瓜子，個人賣個人，賣家多賣錢，買家少花錢。好，我們現在就來進行一個航拍，看一下這個車啊，到底有沒有占藥。無人機已經收回來啊，不出所料，這個車上居然有2個盆正在占這個藥啊，應該就是甲醛。我們現在想一個辦法啊，那邊有一條小路，我們慢慢的靠近，看能不能近距離取到證啊。這個比較困難，因為人非常的多啊，性質太惡劣了。對，小超那個小山，它左邊有一條路，往左邊拐就過去。我從側面一看我就知道，哦，這沒路了。安徽的，安徽的一輛車啊。你們先別下來，我先看一下。我看那個，我就說這個路能不能走過去啊？全是白菜。哇塞，這白菜，這白菜漂亮的。哇。哦，這種全是白菜哦。這白菜賣多少錢一斤啊？這白菜漂亮。我們現在再去尋找一下，看有沒有更多的車在裝車啊。這個地方又有一輛車，好，停一下，我來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有問題。這個車又有問題啊！這個車問題很大，那個盆直接在地上啊，然後我們不用無人機就能看見。看到沒有？這個地方有一車啊，也是在占，毫無疑問的，兩邊都在占。你看，看到沒有？那一車啊也在占。我們剛才在另外一邊，現在我們來到這一側，兩邊都有那個藥盆子，全在占啊。這個也是甲醛。我們現在想辦法
我们现在假裝過去問司機這個聯繫方式，就是要運白菜，我們看一下能不能拍到啊？這個有點風險啊。哎，師傅，你們這白菜拉到哪裡去啊？江蘇。江蘇啊，你們這運費怎麼算的？論趟給的。論趟就是我們因為也在看白菜嘛，這個運費拉到江蘇是鹽城還是常州啊？數千。數千。道上不耽誤事兒就快，你要耽誤事兒就慢了。哇，我靠，那怎麼有個盆兒？那是蘸的什麼東西啊？這個？不知道我。哦，行吧，能留個聯繫方式不，兄弟？數千是哪個菜市場？就那個。茶底邊上了，就。你幾點發車嘛？我看你幾點鐘能到？中午發車。中午馬上了。這應該基本還1個小時裝不完吧？最多1點你還費。哦。哪個市場？你看一下。然後我讓我那邊朋友也看一下，看到底幾個小時能到。宿遷區中國農貿。中國農貿。中國的中國嗎？怎麼取這麼大半個名字？你這個弄它能保鮮多久呢？這個？是3天2天。3天2天那也不長啊。這個是3天2天就這1天遇到壓了還吃幾天。我去，簡直是喪心病狂啊！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，老百姓的餐桌呀，我的天吶！哎呀，真的，為了利益良心都不要了。我們現在再往前面去看一下，哪裡有這個大瓜車裝這個白菜。最後再多說一句，瓜子肉的車，個人賣個人，車主多賣錢，買家少花錢。下把宝馬相上對上，因為很多人用吃的東西下不高嘛，反正就吃一個單體。你要吃就搁這個地方邊兒。哦。邊兒行。一個小一個好一點，就好點。哦，車上面的發白啊。總結一下啊，經過我們這2天的調查的話，情況非常的不樂觀。我們在產地隨機挑選的大瓜車，也就是放往外地的，全部無一例外都有使用甲醛溶液。其中有一個車，我們直接拍到了這個甲醛的這個瓶子。然後在產地，我們在7月30號已經在合肥的周谷堆市場確定檢測出了甲醛，而且就是從河北發過來的，所以說非常不樂觀。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北京南站，我們現在又去追蹤我們在白天看到使用甲醛的那一車白菜，然後到了當地。敬請期待，加油！甲醛是國家明令禁止的食品非食用物質，嚴禁用於蔬菜保鮮，屬於違法行為。刷到大白菜蘸藥液的視頻，很多人心裡直發怵。今天一個視頻跟大家捋清楚甲醛白菜這件事。首先要知道，甲醛可是一類致癌物，那我們長期接觸攝入會對呼吸道、消化道造成傷害。但白菜裡面的甲醛分2種，第一種是內源性甲醛，白菜自身天然產生的，含量非常低，通過清洗、加熱之後就會分解掉，不會對我們身體造成傷害。我們真正要警惕的就是第2種外源性甲醛，就像視頻看到的，人為額外噴灑沾到白菜上面的，白菜根部的新鮮切口，高溫堆放容易發霉腐爛，甲醛能抑菌，只占根部就能抑制霉菌滋生，大大降低運輸損耗。最後教大家幾個挑選和處理方法：根部過分白淨，久放不蔫，多留心，有刺鼻化學氣味，直接不買。回家後包老葉，清水浸泡幾分鐘，沖洗後充分高溫烹飪，可以去除大部分甲醛殘留。白菜蘸甲醛事件終於有了官方定論，情況屬實，涉事人員已被採取強制措施。回看這起事件的曝光過程，實在是讓人後背發涼。在河北康保縣屯墾鎮白菜種植區，收購商的工人熟練地在裝車前給大白菜蘸取甲醛溶液，只為在跨省運輸中強行保鮮2-3天。將1級致癌物當作保鮮劑，這已經不是簡單的違規，而是拿公眾健康換取黑心利潤的投毒行為。等待他們的必將是法律的嚴懲。然而，抓了人，罰了款，問題就能徹底解決嗎？這起事件暴露出的問題更值得深思。長期以來，農產品監管的重心多放在終端批發市場，而產地裝車、田間地頭這生產裝車環節卻往往處於監管真空。收購商自帶工人進田蘸藥，操作隱蔽，成本極低，而跨省運輸全程更是缺乏針對性的甲醛抽檢機制。當違法收益遠超違法成本，當監管的眼睛難以覆蓋到田間地頭的那幾分鐘，這種亂象便極易死灰復燃。要徹底斬斷甲醛白菜的利益鏈，除了事後嚴懲，更需要開出長效的合規藥方。一方面將監管關口前移，
在產地裝車點、貨運集散地建立常態化的抽檢與巡查機制，徹底堵死源頭漏洞。另一方面，也要正視農產品長途流通的成本痛點，大力推廣低成本的合規保鮮技術，完善產地遇冷與冷鏈物流基礎設施。只有用合法低成本的物理保鮮手段去替代非法的化學手段，讓守法者不再吃虧，才能真正從根源上拔除甲醛白菜的毒瘤。占了甲醛的白菜正流向江蘇、安徽多地。河北張家口白菜占甲醛保鲜的视頻發布後，僅10個小時，官方的通報就來了，屬實已對涉事人員和車輛採取強制措施。據今早網上發布的一條視頻曝光，在張家口的康保縣，多車白菜在運輸環節被收購商疑似違規使用了甲醛保鮮，菜根的切口往盆裡一站就裝車，現場操作娴熟。你这個弄了它能保鮮多久呢？這個是3天2天的，3天2天那也不長啊。這個是3天2天，有些一天遇到壓了還車一天。裝車司機說，這車白菜呢是被運往江蘇的宿遷。視頻的結尾處還透露，已在安徽合肥的某市場的大白菜中檢測出了甲醛，是從河北運來的。最新還有一段視頻顯示，一車被運往安徽阜陽的白菜已經被及時的攔截，也測出了有甲醛。那麼這些信息是否屬實，又是否同源？也希望相關部門能夠像通報當中說的那樣，緊急追溯流向。康保縣它是北方错季大白菜核心產區之一，老百姓想知道有多少有毒的白菜流入了自己的城市。白菜運輸保鮮呢，本來是有合規的冷鏈或物理保鮮方式的，成本雖然高，卻是法定的選項。違規占甲醛這個目的很明確，就是讓菜根呢能夠白淨鮮亮，還能夠避免腐爛，減少損耗。但是人工添加的甲醛，它是屬於一類致癌物，早已被明令禁止用於食品的加工、保鮮和流通的環節。誤服40%的甲醛溶液30到60毫升，可致成人死亡。長期接觸低濃度的甲醛也會增加致癌的風險。危害大，涉及面廣，出了事緊急追溯固然重要，但不得不追問的是，這個事前防範去了哪裡？大白菜占甲醛不是今天才發生的，早在14年前，山東的青州呢就被查出了此類事件，2人被行政拘留。此後的2015年，河北定州也被爆出白菜占甲醛的事件，涉事者被刑事拘留。相比於個別商戶的鋌而走險，更讓人細思極恐的是這很明顯已經是長期存在的潛規則，所以監管何在？只拘留不罰款，這個違法的成本是不是太低了？徹查之餘，這場食品安全風波留下的追問更值得深思。河北通報甲醛白菜屬實，官方感謝媒體和網友監督，這一聲謝謝太沉重。8月22號，河北張家口康保縣人民政府發布通報，網上反映的白菜收購環節占取甲醛溶液問題情況屬實，公安部門已對相關人員車輛依法採取強制措施，涉事白菜流向緊急追溯，全縣蔬菜收購、運輸、銷售環節全面排查。通報末尾還寫了一句話，感謝媒體及網民的監督與支持。甲醛白菜曝光確實是由一位博主拍視頻傳到網上才揭開的，但這聲感謝媒體和網友大約都不想要，也不該要，不是不近人情，是位置不對。日常巡查、抽檢、把關本該是監督部門的活，可曝光視頻裡裝甲醛溶液的瓶子就明擺在車上，蘸菜的人動作嫻熟，毫不避諱，那麼大動靜，光天化日，大大方方，偏偏是一位外來博主的鏡頭先拍到了。食品安全，媒體和網友又幹了監管部門該幹的活，回過頭來反倒被道一聲謝，這聲謝謝越真誠，媒體和網友越不安。邊內質檢員到位了，就不需要邊外質檢員補位，更何況這占的不是別的，是甲醛。而這些占過甲醛的白菜，據曝光視頻指向，已運往江蘇、安徽等地，已經上了老百姓的餐桌。值得肯定的是，康保縣當天就做出回應，不拖不捂不護短，迅速拿出了處理措施，但終究是事後救火。網友不想要感謝，而是更想要答案。這甲醛到底占了多久，又流到了多少地方？從康保到江蘇、安徽，這一路的關卡怎麼就一道道放過去了？日常的巡查抽檢又怎麼讓甲醛白菜光天化日之下上了車？這幾個問題有了答案，比100句感謝都管用。人民日報怒道：22日，有自媒体博主發布視頻，曝光河北省张家口康保縣部分大白菜裝車前蘸取甲醛溶液保鮮。视頻引發了公眾對食品安全的擔憂，當地的相關部門迅速介入調查。當天下午，康保縣發布通告，確認視頻反映的情況屬實，已對相關人員、車輛採取強制措施，同時緊急追溯涉事的白菜流向。為了邁向好漢，減少運輸的損耗，收購商鋌而走險，使用甲醛保鮮，性質惡劣，荒唐至極。食品安全法和
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等法律明確規定，農產品在包裝、保鮮、儲存、運輸中使用保鮮劑、防腐劑，應符合食品安全國家標準。甲醛作為一類致癌物，被嚴禁添加使用。收购商只計算眼前的經濟效益，全然無視消費者的生命健康，觸碰了法律的紅線，突破了道德的底線，還損壞了當地農產品的好口碑，讓當地的合規農戶蒙受無辜的損失。食品安全无小事，必須從嚴从速處置。眼下最緊迫的任務就是順着運輸鏈條一直追到底，及時攔截，避免更多的群眾買到問題的菜品。守護食品安全要有治本的手段，抓緊從速處理好問題菜品的同時，必須以此為警示，針對蔬菜收購、裝運、長途販運、批發銷售各個環節開展拉網式的排查，補齊監管的短板，關口前移，把隱患消除在裝車外運之前。要提高不法商贩的違法成本，讓利欲熏心者感到法律利剑的震慑威力。民以食為天，食以安為先啊！这个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，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環都鬆懈不得。人民日報急了，真急了。這個不法的商販啊，我估計得以危害食品安全罪，可能是沒個10年8年，甚至是無期徒刑，斃了他都有可能。這是給人民群眾的餐桌投毒啊！啊，不是這個話咱那個多說一句啊。河北當地的菜農是無辜的，不是他們那個占的甲醛，而是那些到當地收購的外地的那些菜販子，他們占的甲醛，人家跟當地的農戶這個事兒基本上無關，但是呢，對他們的聲譽那是個很大的影響啊。我支持人民日報的觀點，從嚴從速啊，那最好給人斃了才好呢。點個訂閱吧，咱們下期再聊。